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个被官场扫地出门的落魄文人。可他死了之后，他家的后人在江西龙虎山上一坐，就坐了2000年。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家的香火却从来没断过。你说邪不邪门？请你把灯调暗一点，倒一杯温水，把今天那些烦心事先放到一边，跟着我的声音慢慢往回走。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公元2世纪的东汉，那个时代的天空已经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中国历史上有2个超级世家，连最狠的皇帝都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一个在山东曲阜，姓孔，管的是人间礼法；另一个在江西龙虎山，姓张，管的是神鬼之事。今晚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姓张的家族，第一代当家人的故事。他叫张陵，后人尊称他张道陵。说实话，如果你只在小说里见过他，你大概以为他是个白胡子老神仙，挥挥拂尘就能呼风唤雨。但我要告诉你，真实的他比小说里精彩100倍。他不是神仙，他是一个对体制彻底失望，然后亲手在体制废墟上盖起一座新楼的顶级架构师。我觉得这个人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会画符念咒，而是他在2000年前就已经把现代社会学、心理学、组织管理学这些东西全玩明白了。咱们今晚就来扒一扒他的底牌。先说他的出身，这个起点高得让人咂舌。他是西汉开国功臣刘侯张良的8世孙，在那个看门地看到骨头里的东汉，这块金字招牌就是一张顶级的入场券。张道陵自己也争气，7岁就能读懂老子，长大后通5经，是当时洛阳太学里有头有脸的高材生。按照正常剧本，他应该一路升官，最后做到3公9卿，光宗耀祖。朝廷也确实给了他机会，让他去做8郡江州令。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外放当地方一把手，这在当时叫前途无量。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真坐上那个位子的时候，看见的不是太平盛世，而是一台正在从内部烂掉的机器。你想想那个画面，外面是外戚和宦官在洛阳城里斗得你死我活，刀光剑影，毫无底线。下面是连年的灾荒，老百姓被赋税逼得卖儿卖女。中间的官员呢，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好处互相算计，公文堆得跟山一样，可没有一份是真在解决问题。如果你站在当时的县衙里，你会发现一件特别荒诞的事。你读了半辈子的圣贤书，到了实际工作中，一点用都没有。书上说为政以德，现实里是谁送的礼多，谁说了算。书上说民为贵，现实里是民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张道陵这种聪明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虚伪。我们用现代视角看，这其实就是一个高学历年轻人进了一家烂透了的大公司，每天加班，处理的全是没意义的扯皮事。领导是关系户，同事在内卷，业绩报表是假的，连客户都被骗得团团转。你说他能不抑郁吗？有一个晚上，江州的县衙特别安静，张道陵一个人走到院子里，抬头看月亮，那是一轮冷得发青的月亮。他从胸口里挤出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道教的典籍。他说：“此无益于年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在这破地方耗下去，纯粹是在浪费我的命。你品品这句话，没有骂街，没有哭嚎，就是一句平静的判决。这是一个成年人看穿了一切之后的彻底清醒。说实话，如果是我可能还会再忍几年，盘算盘算辞职的代价，盘算盘算家里人怎么看。可张道陵没有。第二天一早，他当着所有同僚错愕的眼神把官服脱了，
把官印放在桌上，转身就走，没有告别词，没有交接会，连背影都不留恋。这就是顶级士大夫的决断力。他知道，跟一台坏掉的机器讲道理，是这个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逆袭起跳。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幕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特别像？多少人在格子间里熬着，明知道这份工作消耗自己，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张道陵迈出去了，他甩掉的不仅仅是江州令这个位子，他甩掉的是整个东汉的世俗赛道。他一个人迎着清晨的风，沿着长江往南走。他要去的地方叫云锦山，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龙虎山。那时候的龙虎山可不是今天满山道观的旅游景点，那是一片真正的原始森林，瘴气终年不散，野兽随便就能咬死人。张道陵在山里搭了一间茅草屋，然后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他开始炼丹。一说到炼丹，你脑子里是不是冒出一个白胡子老头，对着炉子念念有词，然后金色的丹药咻一下飞出来？我们今晚要把这些神话外衣全扒掉。在东汉那个真实的历史现场，炼丹根本不是什么神秘活动，它是一项烧钱烧到吐血的古代化学工程。你要的原料是什么？是高纯度的丹砂，是水银，是铅，是各种稀有矿石。这里头的丹砂在汉代是战略物资，朝廷管控的，价格贵到普通人一辈子都见不着。张道陵能干这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张良后人那点家族积蓄。他基本上是把祖传的家产全砸进去了。然后呢，他要带着徒弟王常在深山里找矿脉，开山采石，砌炉子，控温度。一个不小心，整个炉子炸了，人没了。这哪里是修道？这分明就是一个古代版的极限科研项目，一个倾家荡产，随时可能殉职的科学家。我们用现代视角看，张道陵在那个山里干的事，跟今天那些在实验室里搞前沿研究的博士，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在用最原始的工具去逼近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真理。区别只是，他追求的真理是长生不老，而现代科学家追求的是癌症的解药。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不空谈。他不是坐在那里幻想得道成仙，他是真的撸起袖子对着炉子干。日子一天一天过，外面的天下却在加速烂下去。这时候洛阳出了个大魔头，叫梁冀。这哥们儿是大将军，外戚出身，嚣张到连皇帝都敢毒杀。他把整个汉朝的朝政当成自己家的玩具，想怎么玩怎么玩。但梁冀也想要点面子，他想把天下那些有名的隐士都征召到朝廷里来，给自己镀金，好让别人觉得，你看，连这种大隐士都来辅佐我，我就是合法的。洛阳的使者千里迢迢找到了龙虎山，带着诏书，带着金银。诏书上写的花团锦簇，给的官位是太傅级别的3公高位。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一个被前公司辞退的中层，突然接到了世界500强 CEO 的亲笔邀请。一般人早就感动得稀里哗啦了，可张道陵的反应是什么？他冷冷地把使者关在门外。他说自己年迈多病，不能远行。你看他多清醒，他知道梁冀征召他，根本不是要他治国，是要他做个花瓶，给那个肮脏的政权背书。我觉得这种对诱惑的免疫力是张道陵身上最稀缺的品质。多少人一辈子都过不了这一关，给点甜头就回头，给点位子就妥协，可他没有。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更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说实话，如果是我，面对3公的位子，我可能真的要犹豫一下。可张道陵连犹豫都没有，他转身回到炼丹炉旁，继续看他的火。但是火光跳跃间，他
他的命运开始出现一个真正的拐点。这个拐点不是天上掉下来，是从山下涌上来的。东汉中后期，黄河流域连年水灾，土地兼并疯狂加剧，失去土地的北方流民像潮水一样往南方跑，一批一批，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涌进了江西的深山。张道陵不光会炼丹，他还精通医术，这是他读书人的另一面，是儒家那种经世济民的本能。他看见这些倒在山林里的人，没办法闭眼装看不见。他开始走出茅屋，采草药，给流民看病。就在这个过程里，他的整个世界观开始崩塌重组。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心痛的真相：他能治好一个人的伤寒，但他救不了一个快要饿死的家庭。他就算真的炼出了那颗九鼎神丹，自己飞升上天了，那这天下千千万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呢？跟他们有半毛钱关系吗？个人的超脱，在时代的苦难面前是一种奢侈的自私。这8个字是他在龙虎山的悬崖边上，对着山下连绵的流民营地自己悟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瞬间是张道陵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跃升为一个时代级思想家的关键一跳。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跟我们今天的很多事情很像？一个人考上名校，找到好工作，买了房买了车，他可以说自己成功了。可如果他周围的世界正在烂掉，他的成功又能维持多久？真正聪明的人会想办法去改造那个生态，而不是只顾自己往上爬。张道陵想明白了，他要干一件更大的事，他要建立一个绕开烂掉的朝廷，直接给老百姓提供庇护的社会系统。这个想法在2000年前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真的去干了。他先得找一块试验田，这块地不能在中原，中原是皇权最严密的地方，朝廷一个不爽，分分钟把你碾成粉。也不能在江南，江南被世家大族瓜分得干干净净，没你插针的地方。他拿出脑子里那张天下地图，目光最后落在了大汉的西南角，那里是益州，今天的四川盆地。如果你站在当时去看这个选择，你会觉得这个老头眼光毒得吓人。四川这地方简直就是冷兵器时代为造反量身定做的天然堡垒。北边是秦岭和剑阁，骑兵翻不过来；东边是长江三峡，水军逆流上不来。这2道天险把中原所有的政治风暴全挡在了外面。这是地理上的优势，还有文化上的优势。四川这地方自古就崇尚黄老之学，民间信神信鬼信图腾。史书上对蜀人的评价就6个字：好巫鬼，重淫祀。换成大白话就是，这地方的老百姓特别相信超自然力量。这是什么？这是一片思想监管极其松散的下沉市场。中原那些抠字眼的腐儒在这里没人鸟，老百姓认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神秘力量。对于一个想要重塑底层逻辑的创业者来说，这就是完美的孵化器。我们用现代视角看，张道陵这一步棋相当于一个互联网公司在创业初期主动避开北上广深的红海市场，跑去3、4线城市搞下沉，避开监管，避开巨头，避开同质化竞争，在一个相对真空的地带把模式跑通。2000年前的老人玩的就是这套降维打击。他熄了炼丹炉，收拾行李，带着王常几个最铁的徒弟再次上路。这一次的离开和当年辞官一样果决，不一样的是，当年他是逃离一个体制，这一次他是去亲手缔造一个新世界。一行人坐着船，顺长江而上，穿过三峡，江风很凉。张道陵的脸上有一种洞穿了乱世迷雾的坚毅，可他不知道，迎接他的不是想象中等待救赎的淳朴百姓，而是一场比官场更残酷的人间炼狱。船一靠岸，
张道陵就看见了真实的四川。这不是天府之国，这是一个正在大规模死人的地方。东汉顺帝末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正在盆地里疯狂肆虐。盆地的地形挡得住军队，挡不住病毒。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反而成了病毒滋生的温床。你不用读那些悲惨的形容词，你只要看一眼《后汉书》里几个冷冰冰的字：京都大疫，郡国大疫。这8个字背后是多少个村子的彻底绝户。张道陵走在乡间小路上，看见的是大片大片烂在地里的庄稼，听见的是紧闭的柴门后传来的咳嗽声。路边随处可见草草裹了几下的尸体，连野狗都吃得腻了。我觉得这个画面在2000年后的我们看来几乎是不能直视的，可那就是当时蜀地老百姓的日常。瘟疫这个东西在没有现代医学的年代是一个看不见的死神，它不分老幼，不分贫富。官府呢？官府早就跑了，城里的官僚关上城门，让乡下的穷人自生自灭。在这种绝望里，老百姓只能去求神，这就给了一群人发财的机会。这群人是谁？是蜀地的本土巫师。说到这里，我得停一下，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可能会颠覆你对宗教2个字的认知。在皇权管不到的偏远地区，这些被称为巫断的人就是基层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没有道德，没有悲悯，只有贪婪。瘟疫爆发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救人，反而借着神明降罪的名义，对那些已经家破人亡的穷人下手。怎么下手？我给你还原一个真实场景。一个普通农户，家里有人染了瘟疫，高烧不退，家里人没办法，请来村里的巫师。巫师不看病不诊脉，他装神弄鬼跳一段舞，然后用阴森的声音告诉这家人，你们家祖上犯了罪，惹怒了山里的大王，想活命就得血祭。血祭是什么？不是杀只鸡那么简单，巫师开口就是一头成年耕牛，或者好几口肥猪。在汉代，一头耕牛是什么？是一个农民家庭最值钱的资产，是命根子，相当于今天一个普通家庭的全部存款加一辆车。可在死亡的恐惧面前，绝望的农户砸锅卖铁，也只能把牛牵出来。牛被宰了，血染红了祭台，巫师拿着牛头给虚空中的神献祭，然后牛肉自己吃了，或者拿去黑市换钱。然后呢，病人活下来了，巫师说是神显灵，要继续供奉。病人死了，巫师说你心不诚，神不肯赦免。赢家永远是巫师，输家永远是百姓。这套吸血逻辑还没完，当时还有一种特别恐怖的理论，叫复联。巫师告诉百姓，瘟疫死的人会变成厉鬼回家，继续害活人。所以你不光要给死人血祭，还要给活人买高价的护身符，要立长期供奉的神坛。这就像一把永远悬在你头顶的刀，只要你还活着，就要不停地往里砸钱。我们用现代视角看，这就是一套完美闭环的精神勒索商业模式，垄断生死的解释权，制造恐惧，然后用恐惧变现。说实话，这种模式跟今天某些骗子的套路一模一样，先吓唬你，告诉你有大灾，然后卖你高价的破解之物。2000年了，人性的弱点几乎没变过。一场大瘟疫过后，往往会出现一个特别荒诞的画面，病死的人不计其数，可活下来的人因为支付了血祭的费用，全都成了赤贫。第2年春天没有牛耕地，紧接着就是大饥荒，瘟疫没杀死的，最后饿死了。整个蜀地变成了一个被巫鬼牢牢控制的人间炼狱。朝廷的官员对这些不是不知道，他们选择了集体失明，因为对那些坐在城里的太守来说，只要巫师不造反，老百姓在乡下被怎么剥削，
关他们什么事呢？甚至有些地方官还会跟大巫师勾结分账。这就是张道陵踏入蜀地时看到的真相。如果你站在当时的他身边，你会跟他一样，先是震惊，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冷静的思考。他作为一个太学出身的顶级知识分子，一眼就看穿了这套巫鬼系统的本质。他明白，对这些被逼入绝境的人讲老庄哲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讲得道成仙，根本填不饱肚子。当一个社会的底层逻辑已经被扭曲到这种地步，任何高深的理论都是苍白的。他得出了一个冰冷的结论：这场灾难的核心不在病毒本身，在人心的崩塌。底层社会的互信机制已经被巫师彻底摧毁了。不打破这个心理铁笼，给再多的药也没用。要颠覆这套巫鬼系统，他不能走常规路线，他必须拿出一个降维打击级别的产品。这个产品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能真正缓解瘟疫的恐惧；第二，成本要低到吓人，低到每个穷人都能消费得起；第三，要能瞬间击溃旧系统的解释权。我觉得讲到这里，张道陵展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宗教家的气质，而是一个顶级产品经理的气质。他在精准分析用户痛点，在设计颠覆性产品。2000年前的人能想到这一层，真的不简单。他转身对土地王朝下令，停掉所有炼丹工作，把精力投入到一种最廉价的东西上——黄纸和清泉水。他要用读书人的智慧加上医生的本能，把这2样不值钱的东西锻造成斩断蜀地千年巫鬼枷锁的利剑，一碗水端到了奄奄一息的农夫面前。这不是简单喂药，这是张道陵向整个旧世界发起的第一次降维打击。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操作的。一个农户家里有人病了，按以前的路子，就是找巫师杀耕牛。现在张道陵告诉你，不要找巫师，找祭酒。祭酒是谁？后面我们会讲。先看祭酒来了之后干什么。第一件事不是治病，是让你把病人单独关进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叫静室，没有人能进去探视，病人在里面待几天几夜。如果你用今天的流行病学眼光看这个事，你会惊得下巴掉下来。这不就是传染病的物理隔离舱吗？在那个连细菌病毒概念都没有的年代，张道陵用宗教仪式的威严，硬生生切断了瘟疫在家族和村落里传播的链条。光这一招就能救回多少人？说实话，如果是我，光是想到这一层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这只是第一步，物理隔离只是外壳。张道陵的杀手锏在静室里面，病人被隔离了，远离了家人的哭闹，远离了巫师的恐吓，在一个安静昏暗的房间里独处。这时候祭酒给他布置一个任务，叫静思己过。祭酒告诉他，你之所以生病，不是因为没杀牛祭神，是因为你这辈子做错了事。你要把从小到大干过的所有坏事、错事全部回忆一遍，然后写下来，不识字就让人代写。这份认罪书一式3份，叫做3关手书，一份放在山顶上给天神，一份埋在土里给地神，一份沉到江水里给水神。这就是3关：天关、地关、水关。写完之后，病人当着神明的面发毒誓，病好了再也不犯同样的错，如果为是，甘愿领死。这套仪式走完，祭酒才端出那碗画了朱砂符号的水，让你喝下去。这就是符水。你听完这套流程，可能会觉得，啥呀？这不就是搞迷信吗？我们抛开神学外衣，用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刀，把这套东西解剖一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心理治疗方案，外加一个底层道德重构系统。在那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的时代，
瘟疫的最大杀手往往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恐惧。恐惧会摧毁求生意志，求生意志一垮，免疫系统就崩了。巫师的恐吓是在加重恐惧，张道陵的三观手书是在释放恐惧。一个人把心里所有罪恶感和恐惧全写出来，相信神已经接纳了他的忏悔，他内心的精神枷锁瞬间就崩了。然后喝下那碗被神圣化了的水，他的心理暗示是：我已经被赦免，神在保护我，我会活下去。这种强大的心理支撑能激发人体潜在的免疫力，许多轻症病人靠着自己的抵抗力就熬过了发病期，这是安慰剂效应的极致运用。我觉得这一招最妙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它有完美的自洽逻辑。病好的是神显灵，病没好的是你心不诚，隐瞒了罪过。无论结果怎么样，这套系统都能自圆其说。说实话，如果是我去做产品设计，我做不到这种程度。这套方案推向市场之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场兵不血刃的市场屠杀。你想想，巫师那边是什么？是杀耕牛，倾家荡产，还要受精神折磨。张道陵这边是什么？完全免费，只要诚心忏悔就能康复，还能获得内心平静。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怎么选。曾经香火鼎盛的银寺，几个月内门可罗雀。巫师们站在空荡荡的祭坛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吸血网络被撕成碎片，他们赖以生存的解释权被一张纸夺走了。但张道陵做的远不止这些，三观手书还有一个更深的功能，那就是底层社会的道德重塑。在没有任何官方执法机构的情况下，他通过让老百姓静思己过，发下毒誓，硬生生在民间建立起了一套不成文的法律准绳。那些曾经偷东西的、打架的、抛弃父母的，为了得到神明的庇护，开始自我约束，邻里矛盾少了，民间秩序竟然在一张张黄纸面前奇迹般的恢复。他用一碗水做到了大汉朝廷几万郡国兵都做不到的事。我们用现代视角看，张道陵这一套是把医疗服务、心理咨询、法律宣教、宗教仪式全部打包成了一个免费产品。这种产品的竞争力是巫师那种单一勒索模式完全无法对抗的，这就是顶级架构师的能力。可是问题来了，瘟疫缓解之后，老百姓的感恩涌过来了，成千上万人从四面八方跑来，他们的眼神里有狂热的信仰，可他们的肚子也是空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这些信徒分分钟就会变成一场失控的饥民暴动，然后朝廷就有理由派郡国兵来镇压。张道陵知道，信仰如果不和物质基础绑定，最终只能是空中楼阁，他必须设计一套自我造血的经济系统。于是，一条在后世史书上被骂，却被极度忌惮的规矩诞生了。他规定，凡是入教的信徒，每人交5斗米。就因为这5斗米，他被官府蔑称为米贼，听起来像是敛财，对吧？我们再次抛开偏见，用现代经济学解剖它。汉代1石等于10斗，5斗就是半石，大概折合现在的10几公斤大米，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半个月的口粮。这个数字定得绝了，对穷人来说有点压力，但咬咬牙能给得起。比起巫师动辄要1头牛，5斗米简直是白菜价。同时这5斗米又筛掉了一部分白嫖党，让每个交了米的人都有沉没成本，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我交了钱，我就是这个组织的人。这5斗米最妙的不是收钱，而是它的用途。这些米没有进张道陵的腰包，全部进了一个叫义社的地方。我觉得义社这2个字是中国慈善史上最闪光的2个字。什么是义社？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遍布巴蜀大地的免费连锁救济站。
建在交通要道和乡村里，屋子里常年挂着腊肉，水缸里装满白米。任何一个在路上挨饿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可以走进去，自己生火做饭，吃饱为止。史书上留下了4个字，叫量腹取足，意思就是按你的肚子大小，吃够为止，不要浪费。你想想这个画面，在那个官府的粮仓堆满了发霉的粮食，却眼睁睁看着穷人饿死在路边的年代，张道陵在体制之外硬生生织出了一张覆盖整个蜀地的免费福利网。我跟你讲，这种社会兜底的力度，连后世很多王朝都做不到。我觉得这个人最让我佩服的，不是他想到了义社，而是他想到了怎么防止义社被滥用。在那个没有监控、没有审计的年代，怎么防止有人来薅羊毛，把米打包带走拿去黑市卖？张道陵的解法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恐怖洞察力。他没派人看守，没搞登记造册，他在义社的墙上挂了一句话：过多者鬼能并之，翻译过来就是你要是贪心多拿了，鬼神会让你生病。在那个老百姓刚被瘟疫吓破胆的年代，这句轻飘飘的话比10000个士兵把守还管用。一个饿得两眼发黑的人颤抖着伸手去舀米，他能吃饱，但他绝对不敢多拿一粒，因为他抬头一看，那房梁上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这就是用最高维度的鬼神信仰做信用背书。我们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讲，这叫意识形态成本远低于制度执行成本。今天的公司动辄花几百万搞内审、装监控、设 KPI， 张道陵一句话搞定。说实话，如果是我穿越回那个时代，我可能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种解法。这五斗米还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他在无形中完成了一场社会阶级的平等实验。在东汉那个上品无寒门的时代，门第就是一切。可在五斗米道里，不管你是腰缠万贯的豪强，还是一贫如洗的佃农，每个人都是交5斗米。在神明面前，你和那个豪强是完全平等的。新入教的信徒不分出身，统一被叫做鬼族，这个名字一抹平所有阶级差异，让那些受尽屈辱的底层人第一次有了带尊严的归属感。他们不再是户籍册上可有可无的贱民，而是天师麾下平等互助的神圣战士。说实话，这种归属感的力量大得吓人。底层人最怕的不是穷，是被这个世界彻底无视。张道陵给了他们一个身份，一个位置，一个意义，这个东西比米饭金贵。可是张道陵作为一个体制内出身的老政客，他的脑子从来没有被胜利冲昏。他每天看着满山的义社灯火，心里反而有了一层隐忧。他知道，这支不需要兵器却比正规军还团结的米教大军，迟早会让朝廷睡不着觉。在皇权的逻辑里，任何组织只要人多到一定程度，无论你做什么，都会被视为造反的温床。一旦哪天朝廷大军杀进盆地，光靠5斗米和互助精神是挡不住强弓硬弩的。他需要给这艘大船加一层世俗皇权也无法击穿的护甲。这层护甲是什么？是比东汉皇帝还要至高无上的神圣合法性。于是公元142年，那个汉安元年的夜晚，张道陵独自一个人爬上了鹤鸣山。在那里，一场奠定中国本土道教2000年教权基石的仪式开始了。道教典籍记载得很玄，说太上老君降临鹤鸣山，万丈金光，亲自授予张道陵正义蒙威之道，还给了他3天法师正印和一把雌雄斩邪剑。我们今晚要把这些神话外衣全扒掉。这场仪式的本质是张道陵给自己的组织做了一次完美的品牌升级。我们用现代视角看就明白了，一个新创的草根组织靠什么获得合法性？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挂靠一个权威的超级 IP， 张道陵选谁？
他没去捏造一个不知名的神，也没用蜀地那些山沟沟里的小图腾，他选了老子，这一步选得绝了。老子在东汉是什么地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古代思想家。早在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就把老子和佛陀并列祭祀。汉桓帝2次派人在洛阳建祠堂供老子，也就是说，老子是当时大汉官方亲自盖章认证的合法神明。张道陵把老子神格化为太上老君，自封为太上老君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这一招的政治防御力简直是天才级的。地方太守想剿灭五斗米道，得先想想你剿的这个组织供奉的是当朝皇帝都要磕头的老子，你这是剿匪还是大不敬？这就把官府的剿灭行动从法律层面给堵死了。我觉得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对符号权力的深刻理解。在古代，印章就是权力的物理载体，没有大印，再多的话都是空话。他从此自称第一代天师，盖着这方法印，签发出去的每一道符水，每一条戒律，就不再是落魄文人的个人意见，而是代表太上老君的天意。从汉安元年这一页开始，张道陵不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机构，是一个品牌，是一种合法性。这个机构，这个品牌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一个肉体凡胎能承受的极限。他后来活了2000年，但是斩邪剑既能对外，也能对内。张道陵手握至高神权之后，转身就要清理内部。蜀地的深山老林里还有大量本土巫师势力盘根错节几百年，他们绝不会眼睁睁看着饭碗被一个外来者抢走。这些被断了财路的巫师开始反扑，他们煽动信徒，散布谣言，威胁那些加入天师道的农户，甚至冲到义社打砸抢烧。面对这种地头蛇的暴力反扑，张道陵展现出了顶级政治家的克制。他没去搞武装械斗，他知道暴力对撞只会让蜀地重新陷入混乱。真正高明的战术是从根本上摧毁对方的合法性。他祭出了第一件武器，8个字：神不饮食，师不授钱。这8个字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切断了巫教的经济命脉。张道陵通过祭酒向全体信众反复灌输一个颠覆性的常识：真正的神是纯洁的宇宙元气，不需要吃猪羊牛马，更不需要金银财宝。那些要你血祭的，不是正神，是邪魔。你想想，这教义在底层引发的认知核爆有多大？老百姓恍然大悟，原来神是不吃饭的，原来要吃我家老黄牛的，根本就是骗子。这层窗户纸一捅破，巫师那套话术瞬间变成笑话。说白了，这是釜底抽薪。你不是靠神要吃肉赚钱吗？我直接把神要吃肉这个底层逻辑给你拆掉，你的整个商业模式就崩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降维打击。可是问题又来了，蜀地民间供奉了几百年的本土神像怎么办？直接砸毁，会激起守旧老百姓的反感。张道陵这时候的操作简直让人拍案叫绝。他没消灭这些本土神，他给这些神做了一次官僚体系大降级。他抛出一个理论，太上老君代表的3天正气是宇宙最高主宰，蜀地那些山神、水神、树神也不是不存在，但他们只是低级神灵，叫6天固气，相当于朝廷里那些过气的小吏。只要这些本土巫师愿意放弃血祭，接受天师道戒律，天师府就给你颁发一份道教体系内的基层编制，让你做守卫道坛的土地神或护法神将。这一招立刻分化了巫教阵营，许多眼看大势已去的巫师，为了保住饭碗主动归顺，从作威作福的大巫变成了必须考核业绩的基层道士。我觉得这个人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绝对的清算只会催生绝对的反抗，所以他给反对派留了一条体面的退路。这种政治智慧
连后世很多帝王都没学会。当青城山的浓雾散去，那些挂满牲畜残骸的祭坛被尽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供奉太上老君的清净道场。蜀地老百姓终于从那种常年担惊受怕的鬼神梦魇里彻底醒了过来，他们再也不用为了莫名其妙的野神倾家荡产，再也不用活在无师无休止的诅咒里。这片土地变成了一张干净的白纸。可是破旧只是手段，立新才是目的。张道陵回到鹤鸣山的茅屋里，铺开一张大大的蜀地舆图，握着朱砂笔，缓缓在地图上点下了24个红点。这就是道教史上著名的24志。如果你结合东汉末年的西南地形图，仔细研究这24个点的分布，你会震惊地发现，这绝不是宗教传教据点的随便撒网，这是一套精密设计的地缘政治网络，是一个完全可以替代汉朝基层郡县体制的平行国家系统。治这个字，在汉代官方语言里就是地方最高行政中心的意思，比如郡治、县治。张道陵作为前体制内官员，毫不避讳地直接挪用了这个字。他没把治所建在成都、江州这种官府重兵把守的地方，而是把这24个据点全部放在巴蜀腹地的崇山峻岭、交通咽喉和偏远乡野，形成了一张死死包裹住盆地底层的蜘蛛网。为了让这套区划显得神圣，他给24志披上了一层宇宙级合法性外衣。他向信徒宣称，这24志对应着一年中农气运转的24节气，同时严丝合缝对应天上的28星宿，去掉中央紫微垣留给皇帝的4宿，正好24。这种把行政组织和天象节气直接挂钩的顶层设计，在农业社会简直是降维打击。底层农夫听不懂朝廷的律法条文，但他们绝对敬畏春耕秋收的节气和头顶的星空。张道陵告诉他们，这24个据点不是反贼窝，是太上老君在人间设立的顺应天道的神圣枢纽。然后是干部选拔。东汉末年的察举制早就烂透了，被世家大族当成买官卖官的菜市场。张道陵直接把这套废掉，启用一套全新的人事制度。他把这些教区的最高管理者叫做祭酒，这个名字也大有讲究。在汉代乡野礼俗里，祭酒不是什么威风的官职，而是村里举行宴饮时德高望重，负责带头敬神的长辈。张道陵用这个充满乡土气的词来命名地方官，背后的政治心理学逻辑深得吓人。他在向受尽官府欺压的百姓传递一个信号：管你们的不是朝廷的狗官，是像你们村里老爷爷一样关心你们温饱的自家长辈。那祭酒怎么选拔？很简单，一个穷人交了5斗米，就是最基础的贵族，表现好的提拔为祭酒，管理一个地区的役社，收3官手书，用符水治病。再升一级，就是治头大祭酒，统领一整个治。在这套完全扁平化、唯才是举的晋升通道里，没有门阀血统的压制，没有金银的暗箱操作。一个种田的农夫，只要道德高，办事公道，就能突破阶级壁垒，成为统领数万信徒的地方领袖。说实话，如果是我看到这套通道，我也得感动地跪下来。在那个底层人永远没出头之日的年代，张道陵给穷人开了一条路。我觉得这个人最了不起的是他对人性渴望尊严的深刻理解。当这套24志系统在巴蜀全面运转起来时，东汉的西南角出现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奇观：大汉朝廷任命的刺史和太守依然安安稳稳坐在成都的官衙里，天师道及其24志也从不攻打城池，从不抢夺府库，从不公开举旗造反。但是在广袤的乡村和山林里，朝廷的政令已经变成废纸，老百姓有了土地纠纷，不击鼓鸣冤，去找祭酒断案；生了病，不找官府，
去净市求浮水，有了余粮，自愿送进义社，而不是交给县里的税吏。张道陵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在东汉那具衰老躯壳之下，悄无声息地掏空了他的基层控制权。他建立了一个没有贪官、没有瞌睡，只有宗教互助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政教合一，祭酒既是神职人员，也是行政长官，还是医生。这种三位一体的架构没有官僚内耗，运转效率高得吓人。我们用现代视角看，这就是一套极度精简的扁平化组织，比汉朝那个层层叠叠的郡县体制效率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可张道陵心里清楚，光有骨架还不够，这几十万信众里很多人是带着乱世养成的野蛮习气进来的。如果没有一套强有力的内部规则，这台机器迟早会内耗崩溃。汉律那套靠砍头断足建立的恐怖威慑，根本不适合这个以救赎为内核的王国。他必须亲自执笔，给这个王国量身定做一套充满悲悯却又有约束力的法则。在典略的真实记载里，张道陵定下的第一条法律原则就让人耳目一新：犯法者原诱3次，然后乃行刑。意思是教民犯了规矩，绝对不允许像官府那样立刻打板子，要由祭酒出面给他3次悔过自新的机会。在这3次机会里，犯错的人去净室反思，向神明忏悔。只有屡教不改，连续3次违约之后，教团才会实施惩戒。这种宽缓到不可思议的法律逻辑，在那个命如草芥的乱世，是对底层人性最大的包容。他给那些一时冲动或者迫于生存犯错的穷人留了一个体面下台的台阶，极大降低了内部的矛盾冲突。我觉得这个设计太人性化了。说白了，人犯错往往不是因为坏，是因为穷。给一次机会，给一次重来的空间，这个人可能就回头了，一上来就严刑峻法，反而把人逼到对立面。更妙的是惩罚方式，史书上留下8个字：有小过者，当修道100步。张道陵废除了汉律里的鞭打和杖责，一个信徒犯了错，祭酒的判决是让他扛着工具去修补乡间的破路，修满100步，罪过就一笔勾销。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个犯了错的农夫扛着锄头在山道上填坑，路过的其他信徒不会唾骂他，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在神明面前勇敢赎罪的迷途知返者。这种惩罚方式不仅保全了犯错者的尊严，还有一个惊人的社会外溢效应。在那个官府连城墙都懒得修的年代，张道陵通过这种零成本的劳役，把巴蜀大地破败的交通网络一点点修补起来了。道路通了，义社之间的物资运输就方便了，信徒之间的联系就紧密了。这就是顶级宗教领袖的治理艺术，把个人的负罪感转化为整个社区的基础设施红利。我们用现代视角看，这相当于把司法惩戒和公共建设完美捆绑。今天的所谓社区服务令，在2000年前的张道陵这里就有雏形了。除了人际管理，他还颁布了一道春夏禁杀的教令，要求所有信徒在春夏万物繁衍的季节里，禁止滥杀野生动物，禁止砍伐生长中的树木。在中原诸侯为了抢地盘屠城杀人的时代，这位白发老者却在教穷人去敬畏一头怀孕的母鹿，去保护一棵刚发芽的树苗。这种对自然的朴素尊重，不光契合老庄的天人合一，更是为了在这片封闭土地上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生态循环，免得过度捕猎砍伐导致资源枯竭，引发更深的生存危机。我觉得这个人对长期主义的理解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为了让这套法则能被不识字的农夫记住，张道陵用了一辈子的学问，对深奥的《道德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众化翻译。他写了《老子详尔注》，
在这本充满乡土气的书里，他把原本属于知识分子专利的清谈哲学，改造成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因果报应和生存指南。他告诉信徒，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不是虚无的空气，是掌管你生死受夭的无形法官。你顺应大道，不欺负弱小，不贪一舍的米，去修桥补路，道就赐你健康长寿。你违背大道，作恶偷盗，道就削减你的寿命，让你疾病缠身。这套简单粗暴但逻辑自洽的赏善罚恶系统，像一道精神护城墙，把那些原本野蛮无序的流民规训成了遵守秩序、互帮互助的虔诚教民。说白了，张道陵把一个高深的哲学翻译成了一套穷人也能听懂的人生算法。我觉得这件事的难度比写《道德经》本身还大。当时间慢慢往前走，中原的黄巾起义爆发了，各路诸侯把洛阳烧成白地。可张道陵打造的这个24制，在剑阁天险的保护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乱世桃花源。这里没有抓壮丁的官差，没有催税的狗腿子，只有永远敞开大门，提供免费米肉的义社。有正在默默修路赎罪的农夫，有在净室里安静忏悔的病患，有手持符水为百姓排忧解难的祭酒。张道陵用一己之力，把《道德经》里那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国，在这片曾经充满瘟疫和污鬼的土地上，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他不光是一个宗教创始人，他更像是一个在帝国废墟上重新写代码的文明架构师。那些世世代代被踩在泥里的穷人，第一次活得像一个有尊严的人。可桃花源里的岁月静好，挡不住物理时间的残酷流逝。公元156年，那个曾在洛阳太学意气风发的学霸，那个在龙虎山孤独炼丹的隐士，那个在青城山荡平污鬼的第一代天师，已经走到了风烛残年。122岁的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他能平静面对自己的死，但他放不下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庞大组织。此时的五斗米道虽然内部运转良好，可它毕竟是一个数十万人的权力复合体。在古代中国，任何一个靠创始人个人魅力建立起来的组织，在创始人死的那一刻，都会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机。那些手握重权的智头大祭酒，会不会为了争夺天师宝座互相残杀？那些刚归顺不久的旧势力，会不会趁着权力真空再次兴风作浪？如果不能在桃花源里留下一条不容置疑的传承铁律，他用一生心血换来的太平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说实话，如果是我可能会按照公平原则让大家选举下一任。可张道陵没有，他在弥留之际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点自私，却被历史证明是唯一正解的决定。他在临终前定下了一条祖训，这条祖训被后来的天师家族严格恪守了2000年，非吴家宗亲子孙不传，意思是天师的至高教权只能在张家的嫡系血脉里世代更替。任何外姓弟子，无论你功劳多大，法力多高，都不能染指最高神权。这不光是一条宗教戒律，更是一次完美的政治产权界定。我们对比一下几十年后的黄巾起义就明白了。太平道的张角同样有几十万狂热信徒，同样建立了36方的基层组织。可张角一死，他手下的方帅谁也不服谁，整个组织在没有继承机制的情况下迅速分裂瓦解，被各路军阀逐个剿灭。为什么？因为张角的权力是建立在个人魅力之上的，肉身一死，权力跟着死。可张道陵不一样，他用最原始也最不容置疑的血缘，斩断了所有外姓人的篡权通道。在那个看重宗法的汉代社会，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当你把权力交接的标准
从模糊的谁能力强变成清晰且唯一的谁是张家嫡子时，所有的夺权野心都在这道血缘鸿沟前被化解了。但光有口头的祖训不够，权力交接必须要有物理信物。张道陵从怀里取出陪伴了他一辈子的2件东西，一件是雌雄斩邪剑，那把曾在青城山斩断千年污鬼的宝剑；一件是阳平制都公印，那方代表24制最高行政权的法印。我得多说一句，这方印，阳平制是24制里位列首位的中央枢纽。都公2个字，在汉代官制里意味着统理一切行政事务的最高执行官。说白了，这方印根本不是画符驱鬼的玄学道具，它是这台庞大社会机器的最高授权密码，等同于皇帝的传国玉玺。张道陵把这2件东西郑重交到了亲生儿子张衡手里，他用剑和印构筑了一个外人无法攻破的权力闭环。这种顶层设计的抗压能力在后来的历史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张道陵羽化几十年后，天下大乱，东汉土崩瓦解，他的孙子张鲁继承了第3代天师之位，在汉中盆地建立了一个长达近30年不知战火的政教合一独立王国。后来曹操率10万大军兵临汉中，如果你仔细读《三国志·张鲁传》关于这场投降的细节，你会发现一个震撼的逻辑：曹操一生剿灭了无数军阀，对那些割据势力的首领往往斩草除根，可他对张鲁不光没杀，反而封张鲁为镇南将军、阆中侯，还跟张家结成了亲家。为什么？因为曹操敏锐地看出了天师道和普通军阀的本质区别。普通军阀杀掉首领，打散军队就完了，可天师道的权力是靠张道陵留下的血脉铁律和神权信仰维系的。曹操可以没收张鲁的军队，可以占领汉中的土地，但他没法没收几十万老百姓对张家血脉的绝对信仰。曹操深知这种深入骨髓的宗教组织力没法用刀剑消灭，只能用拉拢和联姻。说白了，张道陵在2000年前下的那盘棋，到了三国时期还在保护他的子孙。我觉得这就是顶级架构师的可怕之处，他设计的系统能够穿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乱世风暴。当张衡颤抖着双手接过那柄沉甸甸的雌雄斩邪剑时，张道陵那双洞穿百年沧桑的眼睛终于缓缓闭上。在道教史书里，这一刻被赋予了一个唯美的词，叫羽化。他没有留下堆积如山的金银，也没有留下刻满丰功伟绩的石碑，他只留下了一把剑、一方印和一套被24制信徒奉为圭臬的底层生存法则。但正是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遗产，比任何砖石砌成的皇宫都坚固。历史的镜头开始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空往前推。你还记得开篇那个江州县衙里对着冷月发出叹息的年轻县令吗？按照世俗规律，这样一个主动放弃体制庇护的官员，注定会被历史尘埃彻底掩埋。可张道陵用他122岁的人生，给那个拒绝过他的腐朽世界交出了一份彪悍的答卷。我们冷静对比一下他身后世俗皇权和这个宗教帝国的命运落差。公元189年，张道陵羽化后仅仅30多年，董卓率西凉军大举进京，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汉朝廷在军阀铁蹄下轰然倒塌。汉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一样在关中流浪，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那些曾经在太学里高谈阔论的名门望族，在战火里被屠杀殆尽。可与此同时，张道陵留下的24制系统却在他孙子张鲁手里迎来了极盛。老百姓不光吃饱了饭，连路不拾遗的治安都做到了。你说讽刺不讽刺？一个所谓的米贼，治理水平甩开正统朝廷10条街。时间继续往前，
司马氏的晋朝在八王之乱里崩溃，南北朝血流成河，唐朝在安史之乱里凋零，宋朝在蒙古弯刀下覆灭。可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坐在金銮殿里的皇帝姓刘姓李姓赵，张道陵那个教权神话却像一条顽强的地下暗河，一直在中华文明的血脉里流淌，从未断绝。到了元朝，公元1304年，蒙古皇帝元成宗铁木儿下了一道圣旨，正式册封第38代天师张宇才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伏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道陵当年自创的那个天师头衔，在历经1000多年的民间野蛮生长后，终于获得了大一统王朝最名正言顺的官方法律认可。蒙古大汗那把征服欧亚大陆的弯刀，在面对江南的道教信徒时，依然需要借助龙虎山天师府那块古老的法印来安抚民心。到了明代，对天师世家的尊崇更是登峰造极。明太祖朱元璋虽然严厉打击地方豪强，却专门下旨保护龙虎山天师府。明代天师甚至被赐予正二品的礼遇，上朝时享有站立在百官之前的特权，最终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了一个连历代皇权都得小心维护的奇观。南张北孔的千年双子星格局，孔家在山东曲阜用儒家伦理维系庙堂之上的政治秩序，张家在江西龙虎山用道教仪式抚慰江湖之远的民间疾苦。改朝换代可以推翻一个王朝，可以灭掉无数功臣，却永远推翻不了这两大家族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回望这一切的起点，全都源于那个东汉失意文人的一次痛苦觉醒。我觉得张道陵的伟大，绝不在于后世神仙传里那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虚幻法术，而在于他作为一个顶尖知识分子的绝对清醒。他看透了腐朽体制的无可救药，然后毅然决然下沉到那个瘟疫横行、污鬼肆虐的最底层泥潭里。他没有用高高在上的道德去指责那些因绝望变得愚昧的灾民，也没有用空洞的口号去煽动流民进行无意义的暴力造反。他只是务实地端出了一碗能提供心理慰藉的免费符水，设立了一个交5斗米就能吃饱饭的义社，制定了一套犯了错只需修路100步的宽容律法。他用一套成本最低却最契合人性的底层操作系统，把那些被时代抛弃、被巫师吸血的绝望流民重新拼凑成了一个互帮互助、充满尊严的神圣共同体。在张道陵的生存哲学里，真正的道从来不是靠帝王在金銮殿里的恩赐，而是靠每一个普通人在共同信仰和互助规则下建立起的一道生存底线。他用一辈子的硬核实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一个庞大体制无法保护他的子民时，真正的力量永远蕴藏在最不被看好的底层泥土里。只要你能给这些人一丝希望，一种免于恐惧的安全感，他们就能爆发出比任何正规军都强大、比任何皇朝都持久的生命力。这就是从一个失意文人逆袭为2000年教权鼻祖的最核心逻辑。他不相信虚无缥缈的权力，他只相信那碗能救命的清水和那间能遮风避雨的义舍。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人的故事越想越让人感慨。他没有兵权，没有财权，甚至连一个体面的官职都没有。他靠的是什么？是对人心的洞察，是对规则的设计，是对长期主义的坚守。这些东西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稀缺品。时光荏苒，当年鹤鸣山上的那场神兽仪式早已消散在历史云烟里。24制的旧址上或许已经盖起了高楼和高铁，但张道陵留给我们的那种关于生存、互助和敬畏的哲学内核，依然像龙虎山上那炉永不熄灭的香火，静静流淌在我们的文化基因深处。当你在现代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感到疲惫和窒息的时候，
当你面对那些看似无法改变的规则和压力感到绝望的时候，不妨在寂静的深夜里回想一下那个大汉江州令决然离去的转身。人生不是只有在主流赛道上挤得头破血流才算成功，有时候勇敢地脱下那件并不合身，甚至让你窒息的外衣，去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留白，去建立一套自洽的生存逻辑，你同样可以在自己的人生版图上画出24个能够庇护心灵的坚固之所。好了，关于张道陵从失意文人逆袭为本土道教祖师的硬核故事，今晚就讲到这里。感谢你在这个安静的夜晚陪我一起走完这段长达2000年的精神之旅，请你放下今天所有的疲惫，卸下社会赋予你的那些沉重标签，闭上眼睛，去感受一下窗外那阵或许是从2000年前的巴蜀山林吹来的清风。那风里没有名利场的喧嚣，也没有红尘的尔虞我诈，只有大道至简的安宁和生生不息的温暖。愿你在梦中能找到那座属于你自己的没有忧愁与恐惧的乱世桃花源。晚安，好梦。